欢迎大家收看社会简报。清华大学硕士直播，王丹是性骚惯犯，出游一定要有小鲜肉陪伴。自由时报，6·4天安门事件34周年之际，中国民运人士王丹被2名清华大学校友指控性骚扰。指控人之一徐豪谦今晚在脸书开直播直球回应外界质疑，表示在64爆出此事是碰巧，也直指王丹是性骚惯犯。王丹出游一定要有男同志小鲜肉陪伴，不止他和李先生，还有其他人被王丹身体接触，愿意和王丹对峙，也欢迎王丹告他妨害名誉。直播仍在进行中。徐豪谦指出，以他和王丹相处13年以来所知，王丹出游一定要有小鲜肉在身边，对小鲜肉的需求无所不在。王丹喜欢聚集大家吃圆桌热炒，他的一边做助理，一边做一个他觉得不错的男同志小鲜肉。王丹喝酒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上。徐豪谦表示，承认错误不是简单的事，但王丹不只是否认，更多的是傲慢。不止他和李先生，还有其他人被王丹身体接触。王丹是性骚惯犯，性骚举证困难。看到李先生被王丹轻蔑回应，看到王丹的政治阴谋论回应，迫使他要出来说明，让大家知道这不是抹黑。第一个人说不准，第二个人说加害人还能这样辩驳吗？唯有不断述说，让大家去看王丹回应的态度，让社会理解也辨明是谁在说谎。针对被性骚之后为何仍和王丹聚会喝酒吃饭，徐豪谦表示，男性之间的碰触，性别权力压迫关系没有那么重，被骚扰受到的惊吓恐惧平均来说不如女性这么大，他也非典型性骚受害者，当下仍可审尽处理或化解此事，例如换位制作。徐豪谦也表示，王丹把手伸入他的衣服摸他的腰时是带有情欲意味，堂而皇之的触摸，他的脑袋一片空白和惊吓，愣一阵子之后把王丹的手拉开，用换位置做的方式去回避。当时的男友也在 KTV 内，而他被触碰的身体不舒服感让他为厌恶到要马上立即逃离现场，他也没有当场跟王丹说你这样做很不妥。王丹指他互动学生太多而疏于联络。徐豪谦表示，他们常与王丹在宿舍交易厅联络，成立脸书社团。2014年清大未聘王丹，大家还像毕业旅行般一起去花东玩，他们彼此间有密切关系。王丹返台也会找大家，上次见面是去年9月18日一起吃饭和合照，王丹不可能忘记他是谁。徐豪谦毕业于清大社会所，他于6月3日指控王丹在13年前于 KTV 内当住她男友的面，将右手伸进她的衣服内抚摸她的腰。另清大校友李姓男子昨也指控，9年前被王丹强吻推倒在床强暴未遂。王丹于6月2日在脸书否认，6月4日在脸书发文表示欢迎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寻找事情的真相。王丹目前未在清大任职，他曾在2010年到2015年受聘于清大人文社会学院，去年8月1日至今年1月31日担任清大社会所客座助理教授。请继续收看社会简报。清大学生声明，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中时新闻网，民运人士王丹接连被曝性骚男学生，清大人社院学士班系学会4日发出名为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声明，虽未点名王丹，但呼吁性平调查完成前应暂停该教师开课。清大表示，将由课程委员会核定是否开课，并已通报教育部，若经调查确认违反性平法，王丹将无法在台湾任何大学任教。李楠2日指控王丹邀其访美，在纽约曾对他强吻、强暴未遂后，3日又有一名清大硕士控诉，10多年前王丹在明知他有男友的情况下，还把手伸进他的衣服抚摸腰部。王丹在脸书称性骚之事完全不存在，甚至说欢迎提告，引发论战。清大人社院学士班系学会4日发声明，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第21届清大人社系学会常林之庭吴杰伦也署名。该声明指出，校友在2010年遭当年人教系上的某位兼任客座教师性骚扰，系学会支持校友挺身而出，说明事件原委，将尽力协助提出性平申诉，转介心理咨商或法律资源，并持续监督学校各单位的因应策略与改善措施。系学会也将要求校方与性平会主动联系曾休课的学生和助教，并提供正式申诉管道。系学会指出，该教师目前与学校没有聘任关系，现任会长林之庭呼吁，在性平会调查程序完成之前，应暂停该教师下学期拟开授的课程，尽力降低学生的人身风险，维护学生受教权，建构安全友善的学习环境。清大表示，王丹在任职期间疑似违反性别平等法，校方已通报教育部，今将联系受害当事人，并询问申请性平调查的意愿。
如是涉公共利益，有多人受害，校方也可主动调查。若经调查确认违反性平法，王丹将无法在台湾任何大学任教。王丹曾在2010年到2015年受聘于人文社会学院，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1月31日担任社会所客座助理教授，因聘期已结束，目前并未在校任职。据了解，2010年时任清大人社院学士班系主任的李丁赞以短期方式邀请王丹讲学。2015年，清大已希望各系所增加多元学术内容，不再续聘王丹，系主任张龙智力挽无效。当时的台南市长赖清德特别建议长荣大学聘任王丹，但没有结果。至2022年，王丹在霍清大社会所聘任，并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清大社会所6月4日决议停开王丹课程。中天电视，民运人士王丹连续遭2名男子指控性骚，先是李姓政治工作者指控9年前在纽约被强吻、强暴未遂，又有一名清华大学校友指控10多年前在清大宿舍被任职清大客座教授的王丹手伸进衣服抚摸腰部。清大4日对此回应，若经调查确认为反性平法，王丹将无法在台湾任何大学任教。社会所5日也发表声明回应，对于王丹被校友指控强暴未遂，清大社会所于2023年6月4日召开课程委员会与临时所务会议，作出决议如下：一、清大社会所对于任何性骚扰案一律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性别平等、性别赋权与身体自主权是清大社会所的教学重点，更是本所自创所以来的核心价值，我们会持续为这个价值努力。二、作为教育者，本所老师愿意尽一切的可能，以所有的方式来保护同学。在相关案件上，我们支持性别平等与所有人的身体自主权，对于身体或相关权益受到侵犯的师生与校友，我们愿意在校内程序和情感支持上提供所有可能的协助。三、相关案件已进入本校性平程序。在保障学生学习权益和建构安心学习环境的考量下，本所已于今日决议停开王丹老师的课程，随即启动相关的程序。媒体人黄阳明5日在脸书撰文狠酸王丹，难道不是配合中共打压民运人士吗？请继续收看社会简报。在台湾，流亡香港人过着焦虑不安的生活。法广文章表示，在2019年的香港大规模抗议事件后，对于许多在香港有可能要坐牢的香港民主抗议者来说，台湾是最直接的避难所。但是今天很多人都难以获得签证，并感觉不到安全。文章的一开头介绍了一个叫飞地 Nowhere 的独立小书店，书店的老板是前香港记者张杰平，他是1年前接手这个书店的。之前这个书店的老板是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他也是在2020年来到台湾的，但他最终在2021年底的时候和妻子孩子一起离开台湾去了英国，因为他实在不愿意继续等待那怎么等也等不到的签证。法国世界报特派台湾记者德昌吉写道，飞地书店成了流亡台湾的香港人在台北的聚集地之一，这里的香港人没有心情参加派对这样的活动。在2019年香港夏天和秋天的抗议活动后，出版了一本关于香港的短篇小说集的年轻的香港作家 MuQ 说，我在这里认识的几乎所有香港人都很沮丧，许多人已经离开台湾，或者是正在考虑离开台湾。这名香港作家在台湾结了婚，他自己是不想离开台湾的，但他知道自己是个例外。对许多流亡的香港人来说，流亡台湾要比想象中的更加艰难。2020年8月，也就是国安法在香港生效几周后，在香港对公民和政治自由的前所未有的镇压开始了。12名年轻斗士乘船试图经海路到达台湾，但却没有成功的事件，很是说明了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台湾岛代表着自由的希望。特别是蔡英文当时迅速地对前英国殖民地香港2019年夏季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运动表达了支持。台湾事实上独立了近75年，从没有被中国共产党统治过，并在80年代后期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台湾体现了香港人所向往的一切价值观。2019年7月1日晚上，当香港立法会被攻陷之后，香港第一批亲民主的年轻示威者去到了台北。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估计每年有大约1万香港人前往台北，但很多人在1-2年后就离开了，感觉到被利用。2019年以来，一直做流亡香港人接待工作的27岁的乔伊（化名）说，第一批流亡香港人到台湾时，状况是非常恐慌，他们有时既没有行李，也没有地址或者是芯片卡，他们不知道
将如何在台湾生存。但他们之前听到了蔡英文总统对民主朋友的承诺，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在台湾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他们需要数月或者是数年才能够获得合法的身份。直到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等待能有个稳定的身份。流亡台湾的年轻香港人，每人都用自己的话描述了他们的苦恼和痛苦。他们感觉自己被用于了政治目的。一位如果留在香港就有可能会坐牢的活动人士 Tanya 说，正是由于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事件，蔡英文才于2020年在台湾获得了第2个总统任期，但是在蔡英文再度当选后，我们就被遗忘了。蔡英文总统的发言人 Kolas Yotaka 则对法国《世界报》解释说，我们当然不会抛弃他们，我们尽力做到最好，但是我们不想被中国指责帮助香港逃犯，这可能会引发我们非常小心避免的危机。蔡英文总统的发言人认为情况非常敏感。台湾驻香港代表处2021年被香港当局强行关闭，而且没有官方的解释。台湾和香港的关系显然因北京对香港的管控越来越严而付出了代价。请继续收看社会简报。在港上海人国泰航空事件后，我为什么还愿留香港？5月底爆出国泰航空歧视内地旅客后，特区政府高官、国泰管理层接连表达歉意，涉事人员也被企业除名。那么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如何看待此事？日常生活会为此产生变化吗？不希望进一步激化两地矛盾。这段时间，周晓和不少内地朋友一样，选择乘坐其他航司的航班往返香港与内地。在他看来，用脚投票是最直接、最朴素的抗议方式。周晓以前坐过几次国泰航班，感受到企业重英文、轻中文文化。他坦言，国泰的企业传统运行模式决定了讲英语是员工下意识的第一选择，但是员工多讲英文和歧视普通话旅客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经历了这场大风波后，相信国泰高层会对往返内地航班运作模式做出调整。事实也是如此。事件发生后，有旅客注意到国泰航空香港飞成都的航班上，机上广播已悄然变为普通话、粤语、英语3语播放。数据显示，2022年国泰航空 67.51% 的营业收入来自内地及港台地区，内地已成为企业的第1大客源地。在微信通话中，周晓直言不希望事件被上纲上线，甚至进一步激化两地矛盾。在他看来，2019年修例风波加之疫情封关3年，内地与香港间的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客观上都是被拉远了。如今终于等到两地恢复正常往来，如果因为这事被无限放大，让两地关系再度紧张，其实蛮可惜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出现这种不友好的事情，与是哪里的人关系不太大，与人本身的素质关系较大。周晓自问自答，如果因此就给一座城市贴上个负面标签，会不会对所有市民不太公平？在港中资企业工作的上海人高康注意到，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此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歧视行为绝不能接受，但也有部分网民反映过激。其实内地人与香港人都是一家人，我们互相需要对方，应该彼此体谅及包容，如此一来大家才可以更好相处，内地和香港都有更好发展。高康很认同叶刘淑仪的这段话。外人融入香港难不难？2019年，高康携妻女来到香港工作。国泰事件后，身边家人朋友很好奇，是不是像网上所说，外人融入香港社会非常难？在高康看来，这要从有形与无形的墙分开讨论。有形的墙最明显的是语言，但这似乎越来越不是个大问题。就我个人亲历，不说粤语也能在香港生活。高康说，他刚来香港工作时靠普通话、英语甚至手势来交流，多数本地年轻人听得懂普通话，即便讲得不太好，也能有点费劲地表达出意思，实在不行，那还有那么多 AI 翻译软件呢。高康还纠正了外界一个误解，绝大多数港人不会用英语做日常交流，只是会在粤语中夹杂些英文词汇。2017年，大学毕业的沈梦婷来香港工作，抵港第2天就去书店买了几本粤语教材自学。想要更好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学习语言是一条捷径。他不担心露怯，愿意用新学来的粤语去交流。有意思的是，对方一听他那洋泾浜的粤语，有时反而会主动转为普通话交流。形势逼人强。沈梦婷还提到，如今香港和内地间往来更紧密，那么必然促使更多香港人愿学普通话，讲好普通话。
更复杂的或许是无形的墙，背后则是历史背景、文化观念与教育背景的不同。沈梦婷坦言，每个城市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交圈与生活半径。作为在港沪漂，他们最初打交道的肯定是在港上海社团、中资企业、内地朋友及与内地有交往的港人，与这些人打成一片，难度不大。但是，越来越多的港漂希望走出同温层，进入本地社区，和本地人交朋友，这时一定会遇到文化碰撞。沈梦婷举例，香港朋友公与私就分得特别清楚，工作上的事会用公司通信软件、单位电话及工作邮箱交流，私事会用 WhatsApp 交流。这不像在内地，公事私事全部一股脑儿打包，用微信交流。我不想过多评价内地与香港观念差异，更不会去讨论孰优孰劣。沈梦婷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对于认为香港合理化的部分，她会尽量去改变、去适应；而对于自己不认同的那一部分，则会保持起码的尊重。理解香港社会多元与立体。周晓手机上有不少在港内地人微信聊天群，这段时间大家纷纷吐槽国泰航空，但很少有人提出要离开香港，更没听说谁付诸行动。不少人提到了香港人的界限感，给外人以冷冰冰的感觉。这或许是所有大城市的共性，打工人很多时候只是不愿被打扰，然后将心比心为别人营造出不被打扰的私人空间。周晓说，如果在香港待久了，会认识并理解香港社会的多元与立体，看到市民善良、友好、可爱的一面。他举个例子，几天前他租的房子灯泡坏了，按租约规定，这类小件不归房东负责，但上周五跟房东提了句后，第二天这位香港土著就上门了。他开车去老远地方帮我买新灯泡，还向物业借个梯子爬上去换。临走前，房东关照以后有这类事随时靠他。高康也有同感，他推婴儿车上地铁时，边上乘客总会搭一把手；进商店时，顾客或者服务员会帮忙推门；在小区附近遛娃时，还会有本地家长和他聊天，分享育儿经，一边是上海人讲着并不流利的广东话，一边是香港人讲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一点也不违和。但高康也不否认，香港确实有些人对内地人存在不满，一听到普通话，一看到内地人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我们就离这种人远远的，少跟他们打交道。但他也相信，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更加密切，一些文化隔阂会减少，彼此间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两地必然会越走越近。从这一点上讲，外界对香港的期待，不妨可以再多一些耐心。我们常常呼吁香港人要多了解内地，但实际上，内地朋友也要多了解香港，互相了解才能消除误会。周晓补充，用高康的话说，香港肯定不是做100%完美的城市，但只要不带着偏见去耐心去细细观察，依旧能感觉出这座城市的善良与温度。好莱坞骗子女王，邪恶天才的追捕。纽约时报的撰稿人 Lauren Mashlin 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好莱坞的骗子女王引发的震惊故事。作家 Scott C. Johnson 在一本扣人心弦的新书中揭开了这个故事中的欺诈层层叠加的面纱。该骗子在电影行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事后看来，这显然是一个陷阱。电影摄影师、演员、化妆师和安保人员的收件箱里收到了从好莱坞顶级女性高管的电子邮件地址发来的消息。这些女性平时可能通过助理层层传达信息。这些消息详细说明了与收件人的兴趣和履历完美匹配的工作机会。几乎所有收件人都是年轻的男性，他们在电影行业中苦苦挣扎，渴望找到一线机会。紧随其后的 Skype 电话是与一个坚持使用关闭摄像头的大亨进行的，他声称出于安全原因。在与 Amy Pascal、Wendy Murdoch、Megan Ellison 或其他被好莱坞骗子女王冒充的 A 级女性进行了一轮亲密交谈后，被骗者预定了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航班。他们被告知要在那里勘察场地，寻找灵感，并用现金支付翻译和司机的费用。他们将通过电汇报销费用，这是骗局的一部分。在2018年接到线报后，前好莱坞记者、特写作家 Scott C. Johnson 揭开了好莱坞骗子女王及其精心构建的欺诈网络的故事。在他引人入胜的新书《好莱坞骗子女王：邪恶天才的追捕》中， Johnson 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个勤奋和坚定的罪犯的故事，采访了受害者、一名顶尖调查员，最终还亲自采访了骗子女王本人，或者应该说是他自己。这些声音是 Hargobind Harvey Tahir Ramani 的创作。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接受教育，在英国生活。
他在追求他的好莱坞梦想计划的同时，还维护着一个美食博主的 Instagram 账号，5万名关注者，其中许多是机器人。骗子女王时而热情，时而控制欲极强，喜欢滥用名字和与被骗者的家长建立关系。她参与组织的制片项目是为 Netflix 或 HBO 等公司。有人被告知有一部由汤姆·克鲁斯主演、埃隆·马斯克资助并在外太空拍摄的电影。这有点难以置信，但是任何关注编剧罢工的人都知道，好莱坞是梦想家和脱节者的肥沃土壤。整个行业建立在一个错觉之上，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到洛杉矶，只要有足够的毅力、决心和运气，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Johnson 在视频通话中说道。但是对于每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功，我想也有其他一些坏人向想要实现梦想的人销售虚假产品。他的书的英雄是尼克尔·科特西亚纳斯，这位新泽西州的私人调查员得知了许多前往印度尼西亚的徒劳之行，从而知道有更大的事情在发生。他花了几年时间收集轶事，研究数字指纹和众多的匿名账号。奇迹般的，他设法确认了一个印度尼西亚男子的身份。他曾经使用过许多身份，并努力在网上不留下自己的痕迹。他在骗局上努力工作，一天他与436人通话，并收到来自6大洲的联系人的电子邮件。总体财务损失估计为150万美元，考虑到哈维欺诈的人数达到了几百人，这个数额相对较小。你可以找到许多涉及总额达数千万或上亿美元的诈骗案例，Johnson 说。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个案件并不是真正关乎金钱。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关乎什么呢？哈维，正如 Johnson 所称呼的，有着丰富的不良行为背景。他曾因向印度尼西亚美国大使馆打电话发出炸弹威胁而入狱。当他因剽窃被大学辩论队开除时，他假装是愤怒的凯特·布兰切特打电话帮他说情。作为一个美食博主，他被认为是个麻烦人物。Yotam Ottlandi 禁止他进入他的所有餐厅。Johnson 还与哈维疏远的姐姐建立了关系。他称他的兄弟是个怪物，并详细描述了长期的虐待、残忍和欺骗。说服哈维的姐姐向他敞开心扉，对于一位调查记者来说是一项壮举，但与追踪哈维本人相比，这算不了什么。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间，哈维已经关闭了他的美食 Instagram 账号 Pure Bites。Johnson 注意到一个女性在 Instagram 上暗示她将与背后的人进行 Instagram 直播。Johnson 收听并与一位英国朋友合作，成功追踪到他的背景，发现他在曼彻斯特的一座公寓楼中，而不是客人所声称的伦敦，准确确定了哈维的位置。他飞去找到他，并给了他一个机会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不久，哈维就开始不断地给他打电话。他是一个健谈且有天赋的故事讲述者，一开始与他通话是令人兴奋的。这是他正在撰写的书的最后一幕，也是找到那些一直困扰着他的更深层次问题答案的机会。这有点像窥视虚空， Johnson 说。有这种感觉，我能做到吗？或者周围的人能做到吗？与被许多人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的哈维交谈，变得令人精疲力竭。想象一个房间，电视播放着米拉麦克斯的电影，保守派广播电台播放着嘈杂声， YouTube 网红在滚动浏览 TikTok 视频，演员不停地进行一系列独白。 Johnson 写道。有时他会感到巨大的同情，令人震惊的事实也不断呈现，但这是一个无尽的谎言迷宫。通话突然结束了。哈维在英国被逮捕，他正在抵抗被引渡到美国，面临8项指控。Johnson 现在与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住在法国马赛市郊。他说他期待着翻开新的一页。好莱坞骗子女王：邪恶天才的追捕将于6月15日出版。这本书提供了对好莱坞骗子女王案件的深入洞察，展示了一个充满欺诈和欲望的故事，同时也探讨了好莱坞行业中的追逐梦想和脆弱性的主题。谢谢大家收看社会简报。